哦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前2天包了一个挡土墙，体验了一下当包工头的感觉，结果亏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今天有另外一个邻居就找到我，也要把他家的挡土墙包给我来搞，还要我搭个破碎锤过来帮他把石头打碎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这一次我是绝对不会包的，我就只给他按小时算。东家说不管我怎么算，要我先来再说。结果在这个把斗化成破碎锤的过程中，这个斗无论如何都拆不出来，不管你怎么摇放，拿大锤砸也好，反正这个斗就是拆不下来。正当我无计可施的时候，结果它就掉下来了。造成这样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打防油，这个斗跟销子都已经严重变了形，结果就很难拆出来。好不容易把斗拆下来了，现在装这个破碎锤又很难装进去，前后差不多用了1个多小时才把这个破碎锤装好。好久没有打破碎锤了，这根杆子都生锈了。现在我们拿这个石头来试一下威力，看效果怎么样。可这个石头打了1分钟就是打不碎，应该是这个石头有问题，我们换一个石头打。你们看，我说了是那个石头有问题吧？打这些石头就跟打鸡蛋一样的，一打一个准。所以说401个小时的破碎锤还是物有所值的。在我打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就让我表弟来打，结果他第一个石头也挑了一个比较硬的石头，一直盯着一个地方打，打了将近10分钟也没有打碎。我看着东家在旁边眼神都有一点不对了，就叫我表弟快点换另外一个石头打，不要再打这个石头了。再这样打下去，估计打到天黑那个石头也打不碎。到时候东家别说建挡土墙了，401个小时能够付得起我挖机费用都是个难题了。表弟把剩下的石头全部打了一片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又要把破碎锤化成斗才行。费了9牛2虎之力把破碎锤拆了之后，现在我们开始装斗。表弟一会儿让我提上去一点，一会儿又要我下去一点，好不容易把销子装进去了一点点，结果在装垫片的时候怎么装就是装不进去。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我已经快进了50倍，你们可想而知它装得有多么艰难。等到快要装好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在挖机上面睡了一觉。表弟把我叫醒，要我下去帮他打一下防油。把防油打好之后，就已经到了12点多钟，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。东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4个菜，还每人1包烟。吃饱喝足后，我们就继续干活。首先我们要把这一堆石头全部给它挖到里面一点，外面要留一条挖机可以过去的路，这样挖机才能够把那条挡土墙地基挖出来。由于中午吃得太饱，我下午又有睡午觉的习惯，挖着挖着我就有点想睡了，我就让我弟弟来挖，然后我就到东家家里面睡午觉去了。不知不觉一觉就睡到了下午6点钟才起来。我走过来一看，这条挡土墙地基已经挖好了，石头也已经给东家放了一些在下面，但是东家跟我说他还要表弟再挖一半的石头扔到下面去，方便他们人工以后自己在下面抬。但是表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就是不听话，没有按照东家的意思做。然后我就去叫他要把石头挖到下面去，不要堆到上面啊！你下来我来挖啊！你下来啊！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啊！好多有没有龙啊？我叫你把石头全部丢下去，你听不到啊？啊！你开除了，明天不要来了啊！你开除了啊！工资啊，今天的工资没了。表弟是看我在那里睡了一个下午的觉，让他一个人在这里挖了一个下午，所以他就想要我来开。哎，这个表弟难怪找不到女朋友，他要是能够像陈师傅这么努力的话，早就找到女朋友结婚了。帮东家把石头扔下去一半之后，因为这个挡土墙我不想包，所以这个挡土墙就不用挖机配合，他们自己人工砌，而我的事情就做完了，可以把挖机拖回家了。本来挖机已经开上拖车准备开回家，结果因为今天下了雨，这个平林面打滑，拖车开不出来。已经回到家的表弟又被我叫过来，让他来开挖机把我的拖车拉出来。在兄弟2人的齐心协力下，总算把拖车开出来了，然后又把挖机开上拖车收工回家。
过了4天，我到这里来一看，结果这个挡土墙就砌好了。师傅还是那几个师傅，为什么他们没有用挖机帮忙也砌得这么快？哎，说多了都是泪，我想静静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，钓个鱼拿沙轮车去打窝的，你们有没有接到过？今天接到一个老东家的电话，他用沙轮车拉一车鱼草去喂鱼，结果一不小心就开到鱼塘里面去了。他就急急忙忙叫我来，让我赶紧帮他把这个沙轮车调出来，因为沙轮车现在已经侧滑在鱼塘里面，他怕沙轮车里面的油漏出来，然后污染了水面，担心对塘里面的鱼有问题，所以让我最快的速度赶过来，帮他把沙轮车要救起来。因为这个鱼塘里面的水有一点深，这条路又不是很宽，我很怕他的沙轮车没有救起来，反而我的挖机掉到鱼塘里面，所以这前面我就不敢过了，要把这条路挖宽一点才敢过去。开到这里的时候，旁边有几根电线很碍事，东家呢也不知道去拿一下，只知道要我往前面开，结果就差一点把这几根线全部挂到了。我就让东家拿了一根棍子举了一下，才让挖机顺利从这里通过去，围着鱼塘转了一个这么大的圈，才转到沙轮车这里来。这一条路旁边的坡上全部长满了杂草，东家说就是因为这些杂草阻挡了他的视线，所以他才不小心开到鱼塘里面去了。他就让我把坡上的杂草全部给他清理干净，因为这条路不够宽，我挖机过不去，所以我就顺便帮他加宽了一下。终于是到达了沙轮车这里，这一根布带是我搭过来的，我让东家把布带绑在大梁上，然后我尝试着慢慢的用力把沙轮车看能不能够从水里吊起来。还好这个沙轮车不是很重，我这个小挖机还是完全能够把它提起来。东家要我赶紧把沙轮车先提到岸上去，因为现在沙轮车一直在漏油，水面上现在已经漂浮了一层油了。这条路刚好又只有挖机这么宽，我又看不到后面，只能凭自己的感觉这样慢慢往后面推，推到一个相对宽阔一点的地方，挖机就能够旋转了。我就慢慢的吊着沙轮车这样旋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往前面开了。东家跟我说这个车还没有完全掉到水里面，沙轮车问题应该不是很大，还可以开，所以让我把它放到这个瓶里就可以。现在这样放下去还是侧发状态，我又让东家把布带绑在另外一边，然后又慢慢的帮他把车子提起来扶正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原路返回。挖机开到这里的时候，前面有一个钓友在钓鱼，本来这条路就刚好只有挖机这么宽，我就让他把钓竿还有其他钓具全部收拾一下。但是这个钓友他跟我说他才刚刚下岗，他说已经拿出来了的装备不能收回去，他好不容易出来钓个鱼，怕等一下一条没有钓到空着回去，所以他宁愿让我挖机往右边开一点，他也不把东西收了，害我提心吊胆的小心翼翼才从右边通过。到达拖车这里的时候，东家问我需要多少挖机费用，我说我们干这种活起步价是600，毕竟要大老远把挖机拖过来，还要把挖机拖回家。他就跟我说能不能够少一点，去年因为5-6个月没有下雨，他这个渔场损失惨重。我知道这情况后，我就跟东家说只要他给我280就可以。280就可以啊。好的，收到了。这东家他看我只收了他一半的费用，他说到年底等鱼长大了要抓几条鱼给我。这个养鱼的东家人还是蛮好的。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